不写上。这样子干啥用的？不用了呀，不用了我们就不搞了呀。你搞了干嘛呢？这样子的，真的地沟油啊？做火锅吃的还是干嘛吃的？做花生品、化妆品、还不是了。哇塞，这啥子蛋黄这么红？哎呦！每年一度的315晚会原本是打假维权的象征，如今却变成了一场充满戏剧性的年度曝光秀。什么是315？就是在每年3月15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当天，央视都制作播出特别节目，集中揭露各类企业乱象与消费陷阱。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，本该由监管部门日常查处的违法行为，却被集中留到1年一次，在镜头前公开爆料。官方宣传极力营造一种问题正被解决的幻象，但残酷的现实却是，同样的食品安全危机与造假乱象在晚会落幕后依然存在，同样的事件，同样的毒害年年上演。315真的很恶心，蛮恶心的，除了给我制造焦虑，没有任何的好处。它就是每年出来提醒我一下，我吃的是垃圾，我用的也是垃圾，然后我在吃屎。曝光完了，然后呢，消费者不是还在吃吗？去年的预制菜淀粉糖，今年大家该吃的还在吃，而且我觉得处罚太轻了，罚款也罚的太少了，这种就应该顶格处理。这就是你们点的外卖后厨，如果不是我们骑手来取餐，你们永远不知道你花10几20块钱买的外卖是从这种地方做出来的。这就是你们吃的幽灵外卖，平台上面照片看着干净美味，还有后厨的照片也很整洁，这些都是假的。说真的，你们就算送给我吃，我都不敢吃啊！特别是你们爱吃的炸鸡，用的油早就已经黑得像酱油一样了，甚至在厕所里面解冻的僵尸肉。再说盖浇饭，你以为是大厨现炒的？别逗了，99%都是料理包，商家花3块钱买的冷冻预制菜。春泥水煮肉片啊，当时就是10点来钟点的外卖，11点钟送到的。送到了之后，开盖就是这个钢丝球是泡在这个汤里的，就是看不太清。然后我以为是海带丝，然后用筷子一夹，发现是个钢丝球。我当时给就是商家打电话，商家就是无所谓态度，说这单给我免单。我说那个我不同意，然后我就进行了12315投诉。我不要赔偿，我就是希望他能停业整顿，或者是罚他钱。这是我刚刚点的外卖，9点46分送到了以后，我洗个澡出来吃饭，我女儿吃了2口之后，告诉我爸爸这个饭粘了，我就把饭拿过来一看，你看已经发酵了，就开始拉粘型了，而且这个青菜黑的都不行了。就这种饭也能拿出来卖吗？多多少吃外卖，我今天才发现是对的。我6点28点的外卖，我吃完就难受。我在床上躺着有睡了一觉，那还不行。起来就用催吐，就晚上4点要催吐，我的10多次，上了3、4遍厕所，又喝水，我说喝水把那个排出去嘛，可能是食物中毒，是不是？好烦，还有那句话，少吃外卖，没有堂食的千万别点，遭罪。外卖是真不能吃，你们眼里包装干净看着香的外卖啊，我在店里见过太多糟心的事儿。有的鱼啊直接堆厕所，放多久啊咱不知道，有的那厨房啊真是不知道几百年没有打扫了，简直啊是没法下脚。我知道很多人呢上班忙没时间做饭，不是不让点，是真得挑着点。像没有堂食的店家乱象最多，能不点呢咱就别点，真要吃啊优先选有实体店能堂食的连锁品牌。入口的东西啊别委屈自己的胃和身体。现在的外卖真的不是人吃的，我刚刚点了一份外卖，这个毛豆米炒肉丝，1份盖浇饭，30多块钱。想去说的是什么呢？吃了2口不吃了，这个毛豆呢特别的老，这个肉我也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样的肉，这个油
我也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样的油。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吃外卖啊，是不是和我一样？我是真的不到万不得已，我是真的不点外卖。中国的食品真的可以纳入刑法。现在这个外卖是给人吃的东西吗？我想问问，这个叫什么罗田板栗烧子鸡？对，我点了个板栗烧鸡，这个板栗中间是白心儿的，都是一样的，全部是白心儿，就是吃到嘴里有一种半生不熟那种嘎嘣脆的感觉，而且没有入味儿。还有这个，不是哥们儿，子鸡啊？什么叫子鸡啊？这老大一坨，恨不得就比我奶奶老棉裤都还老，柴的都塞牙。你管这叫子鸡？你一定要警惕。最近江西一名男孩放学后花5毛钱买了包辣条，吃完了嘴巴立马起疱疹溃烂，现在连饭都吃不了了。医院医生诊断这是辣椒精过度导致的化学性灼伤，显微镜下更吓人。这些辣条沾满了生产过程中的灰尘碎屑，有些小作坊连产名商标都没有，它的原料呢是直接扔在地上的。平时啊，我在你们学校门口见过太多的孩子去买辣条吃，甚至呢看到很多孩子乱吃零食导致生病而耽误学习的。一个14岁的小女孩吃辣条去世了，你们听说了吗？这个14岁的小女孩啊，平时啊很喜欢吃这个零食，特别喜欢吃这个辣条配这个雪碧，一天呢就要吃掉好多包的这个辣条。她的后妈呀管着她不让她吃，她呢就去找她的爸爸和奶奶面前哭。爸爸和奶奶呀特别的心疼她呀，心疼呀是不得了，让女孩啊去吃。那么说没事儿，家里不缺这个零食的钱。那自此以后呀，她的后妈就不再管她了。有一天，她的爸爸突然间啊就发现了孩子的脸上长了一些痘痘，开始呀以为是孩子是青春期，长痘也是正常的，就没有太在意。后来呀，这痘呀越长越多，越长越多。博主说，女孩的痘痘不仅在脸上有，身上也开始出现。她习惯用手去挠，一挤就会挤出很多像脓又像水的东西。家人发现情况不对，赶紧把她送到医院。医生说是皮肤病，开了些口服药和药膏，就让她回家了。可她用药后不但没见好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后来女孩突然晕倒，被紧急送医。检查结果显示，她全身大面积溃烂发炎，不只是皮肤，连内脏也受到感染。最终，女孩因抢救无效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一根辣条就比马桶还要脏。有人给辣条做了检测，发现辣条里的菌落数达到了14万 CFU， 比你家马桶那个菌落数还要脏。一些不法商家为了节省成本，直接将生产辣条的车间搬进了地下室。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我真是不敢相信辣条的生产环境竟然这么脏。这些黑乎乎的油渍简直是令人作呕，怪不得那么多人在使用完辣条之后就开始腹泻，这简直就是垃圾场。要说卫生条件，这哪有卫生条件呢？哪怕你再爱吃海参，听到这句话也得先放下筷子。你以为自己占了自助餐的便宜，其实吃进嘴里的可能是魔芋粉兑出来的科技与狠活。这种素海参成本几块钱，口感 Q 弹，但营养约为0。想不交智商税，教你3招一眼识破。一看脸色，真海参是自然的土褐色，那种乌黑发亮，甚至还掉色的，绝对是加了滤镜的假货。2看身材，真海参的刺长短不一，很随性；假海参的刺像复印出来的，整整齐齐，一捏就碎。博主说，第3要把海参掰开来看，真正的海参肚子里会有清晰可见的内筋，那就是他的身份证。而假的海参里面光溜溜的，像塑料一样，很容易分辨。最近有好多人给我发来了这种冷水速发干海参，它像泡沫一样，一吹就跑，一掰就碎。它到底是什么呢？大家都知道啊，真正的速食干海参呢，它是在70度以上的热水泡发8到12小时以上，而这种冷水速发干海参，泡发完用热水一烫，变成小拇指这么大一点点。你别看它干海参还这么大，其实它就是用小参苗给你做的，它叫冻干海参。大家遇见这种海参，千万不要买啊，它不适合长期使用。吃海参就是在吃毒药。今天告诉你一个惊天大秘密，如果你吃到的是这种海参，那和吃毒药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为什么这个海参通体发黑？就是因为那些不良商家在海参的加工过程当中添加了硫酸亚铁，
研究表明，人体长期的过量食用铁离子可能会引发肝硬化、糖尿病，甚至会增加癌症的风险。那么，怎么去辨别这种毒海参呢？一个字儿：看。博主说，如果海参在泡发之后呈现的是灰黑色或者是棕色，甚至是一些偏绿色的情况，那都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如果商家卖给你的海参是通体发黑的即食海参，连沙嘴都是特别黑的，那么这个海参一定就是有问题，根本就不能吃。就是让你的炸鸡和薯条变得美味的真相，它被称为地沟油。在许多国家，这种用过的废油是被完全禁止的，但对一些没有良心的商人来说，它却是液体黄金，利润甚至比真正的黄金还要高。通常，地沟油来自餐馆水槽中流出的黑色油污废水，以及垃圾桶底部残留的油渣。在他们眼中，这些全都是宝藏。工人们用铁桶收集这些散发恶臭的液体，倒入大锅中加热，随着温度升高，表面会浮起一层油。他们再用大筛子小心地将其捞出，接着这些油会被多次过滤和沉淀，然后加入化学粉末来除臭。博主说，经过这样的处理后，原本漆黑发臭的藏油会变得清澈透明，几乎与新的食用油难以区分。最后，这些油被装进没有标签的塑料桶，以极低的价格卖给餐馆、小吃摊或油炸食品商场，再次被使用，最终又回到了餐桌上。大家看，这是瘦肉精的猪肉，皮非常的薄，瘦肉特别的多。经常吃这些瘦肉精的猪肉，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，它是个缓慢长期的过程。这样的颜色形状是真正的土猪肉，这个也是土猪肉，请大家多吃健康肉。鸡蛋黄特别红，反正要慎重，也不一定好，因为现在有一种科技鱼很火，想把鸡蛋调成啥颜色调成啥颜色。所以说呢，如果说这个鸡蛋橙黄颜色是正常的，但是这个橙黄正常是什么呢？它是自然而然的黄。每年的3月15日，央视都会集中曝光一批问题食品，但对真正的监管漏洞却始终避而不谈。因此，外界批评这是一场表演式的晚会。评论人士于春飞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在网上热传，标题是315晚会，一场年年上演的荒诞与愤怒。他在文章中写道，我曾经和一位在公安系统干了多年的老哥聊天，他点着一根烟，苦笑着对我说，满大街的假食品，你睁眼就能看到，你随时都能买到，可你自己要是敢做几个月假货试试，不出3个月铁定被抓。说完他哈哈大笑，那笑声里满是讽刺和无奈。为什么？因为真正的幕后黑手不是小商小贩，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共产党大佬。他们拿钱收保护费，让毒害继续，让百姓继续受罪。这就是中国的常态。党的高层哪一届不是富得流油？我在北京工作了整整20年，亲眼见过太多处级干部。他们只有1套房产，笑话，他们在北京的房产少则3、5套，多则10几套，每一套都价值500万以上。小区档次是顶级学区房，地理位置是2环、3环核心地段，装修奢华的像皇宫。可普通百姓呢，为了买一套70平米的房子，掏空3代积蓄，还得背上30年房贷。官员们住着豪宅，开着豪车，吃着进口有机食品，却让我们的孩子喝着毒奶粉，吃着毒大米，呼吸着毒空气。这不是执政，这是赤裸裸的掠夺和谋杀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